这一定是我见到过最牛逼的男人了。被困在了无人森林当中，当他看到2棵巨树缠在一起时，他感觉他又找到了新的希望。看到这2棵树的结构了吗？只要在树中间搭建出来一个平台，他就能离开地面。阿土深知，在没有人的地方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而离开了地面就会大大的增加安全性。他这次主要依靠的工具是支罗钻、锤子和锯子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只能带3件装备在这里生存2天，你会带什么呢？他先用支罗钻在刚才搭建上来的横梁上钻出来一个孔，再用木销把横梁牢牢地固定在上面。2根原木被牢牢地架在了2棵大树中间，形成了一个空中的框架。接下来就是开始打造地面。阿土把22根原木依次放到框架上。当所有的原木都严丝合缝地放平之后，为了更加稳固安全，他用支罗钻在木棍上钻出小孔，然后楔入铆钉，利用榫铆结构，他把原木和框架牢牢地固定在了一起。多出来的木茬用凿子铲平，让地面保持平整。而接下来的操作才是打造豪宅的真正开始。这次阿土准备打造一个安全并且隐秘的丛林小屋。为了让小屋达到隐蔽效果，他首先要把地面做成一个圆形。竹子是丛林中最好的建造材料，他先用竹子和竹条在地面上做出来一个圆形的框架。接下来用锯子开始沿着竹子的框架进行切割。圆形的平台呈现之后，他开始在地面上利用原木在每隔30公分的距离立上一根当做墙体框架，然后再利用粗藤蔓对原木的上中下进行抵定。绑定的材料同样利用的是竹条。从小在东南亚长大的他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丛林生活经验，所有的建造材料都是能在丛林中找到的。现在小屋的框架已经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圆形的，而这样的结构最难制作的就是屋顶。他将一块硬木砍成锥形榫头，榫头将成为所有力量的汇聚点，然后将它和一根木棍进行了连接，这就是屋顶的核心框架。最精彩的部分来了，当这根主柱立好之后，阿土找来了7根较直的原木作为船子，它们的一端以榫铆配合的方式精准地对接在底部的伞帽上，而另一端则呈放射状，稳稳地将原木架在了4周屋顶的圈梁上。接下来，阿土用藤蔓编织出来了一个圆形，编好后把它放到伞帽下面的支撑点，然后用竹条把每一根木头都进行固定。随后，他以同样的工艺，由内向外依次制作并安装了另外4个直径递增的藤环。简单的补充水分之后，他就要做屋顶的防雨措施了。在东南亚雨林里，夜晚来临前大概率都会降雨。他从林子里面找来了大量的响尾葵，这种树叶排列非常整齐，并且叶片表面光滑。下雨的时候，雨水会顺着叶轴快速的流走。他把3片树叶绑在了一起，这样做可以让防水效果更好。这种树叶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柔韧性很强，而且可以直接铺在屋顶上。这种直接铺树叶的屋顶给阿土省下了非常多的时间。防雨的屋顶做好之后，他搬回去了一些石头，然后他利用黄土做出来了一个简易的灶台。更厉害的是，由于丛林中没有任何金属可以制作烟筒，他竟然利用2根竹子就把烟筒做好了。在炉子用柴火熏干的时候，阿土在丛林中做了一个陷阱。现在的他已经非常饿了，他非常希望能捕获到一些猎物。把痕迹清理之后，他回到了家中继续工作。最后一步就是把竹子当作墙壁，一根一根的拴在外围框架上面。之后，他在庇护所里面顺手做出来了一张床，而卷帘门和窗户也都能完美的使用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声音，走过去之后，果然有收获。当夜晚来临的时候，阿土已经把美味的鸡肉用树叶烤熟了。没有复杂的调料，炭火把树叶的清香融入到鸡肉里面。当阿土咬下一口之后，他的心灵和味蕾都得到了满足。饭后，他关上了竹帘，他安心的睡着了。谁能想到，在东南亚的丛林中，还藏着一个这样的安全小屋呢？